从一开始金星老师说这个很麻烦、难以执行的时候，我其实就同意。我觉得任何要做一个不符合现状的开拓性的动作，都挺麻烦的。结婚也很麻烦，离婚也很麻烦，维持婚姻也非常麻烦。我们在座4位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在婚姻状态中。你们3位绝对会同意我刚刚讲，就是黄健翔刚刚一开始就说了，维持一个已经麻烦死了，还给我搞那么多个，所以婚姻是很麻烦的，要让婚姻继续下去，费尽心力。所以呢，我刚好要回答马薇薇这句话，就是你刚才的发言都很漂亮，有一点点的问题是，你把婚姻捧得太高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座各位觉得监狱制度很了不起吗？我觉得监狱制度在大部分我们以常识判断说是挺蠢的，就是他犯错了，然后我们把他放进去，喂他吃饭，把他养好，怕他死掉，让他跟其他囚犯有更多沟通的机会。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设计吧？我们再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监狱会继续存在。婚姻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婚姻是一个我们想不出更好的维持稳定的方法之前，我们想出来的一个仅有的办法。然后为了要让婚姻存在，我们费尽心力。我告诉大家，不要说法国有4种婚姻状态了，我告诉大家，你们认得的人当中有哪些事情好了。爸爸妈妈有没有分房睡的？有吧？好，分房睡在过去的婚姻当中，长辈会认为你们疯了吗？夫妻怎么可以分房睡？他打呼打到我睡不着，我每天晚上失眠，我只好分房睡。好，分房睡发生了。分房睡之后2个人合不来，可是我不想要在小孩面前表示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我们分居吧，就分居了。在座各位的家里有人分居的吧？有人家里分房睡的，有人分居的，所以表示我们在婚姻的大牢笼底下，我们努力的做各种的改变，只是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婚姻而已。而开放式的婚姻是这么多努力当中不得已的一种。那我们这些作为接受者的立场，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理解婚姻充满了众多的无奈，充满了众多需要努力的部分，这是其中的努力的一种方向而已。大家好，这里是少奶奶的御花园。上一季的高晓松老师每次都在奇葩说里面推自己的晓松奇谈，我觉得他这个人心机真的有点重，浪费公共资源。那凭什么我不行？今天我要在奇葩说里强行植入我的节目少奶奶的御花园。接下来呢，我就带大家去揭露一个残酷的真相，就是传说中那个史上颜值最高的导演组，记住没有 PS 哦。有个大彩蛋，我的如意宝贝，宝贝，他呢有可能是我下一期的大来宾，但是我要专门给他做一期，所以这一期我要保护他，不能让下一期。Hello everybody， 大家看，这就是传说中史上颜值最高的导演组，知道 PS 和美图相机的伟大了吧？还吃呢？有没有自尊心呐？怎么说的？说好的要减肥的，来，特别好吃。大家给我们的我们的伙食一个特写。别拍了。来啊，丁奇，怎么你不是我们奇葩说公认的男神吗？有多少新选手他可以不用拍了，太虚伪了，他都要火过我。你看出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奇葩说的导演组竞争就是这么的激烈。可以出去了。现在呢，已经成功的破坏了大家对我们史上颜值最高导演组的幻想。接下来呢，不要拍了啊！屠杀他！竟然有暴力行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奇葩说出了很多女神，比如说公认的我，还有自封的马薇和范甜甜。但据说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出了一位男神哦。我今年遇上了挚爱，我就要离婚。在所有对方考虑的问题当中，没有其他人。你怎么想？我不 care。那上一次听说就是节目播出之后嘛，大家对你的反应都很好。你想不想火嘛？我觉得那场赢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了，主要那场赢主要我也觉得是因为对面有你了。不是这个接的好，我喜欢你。是因为我旁边2个表现得非常非常优秀。接下来就是听说我们就有可能成为队友嘛？有这么悲哀的安排吗？对，所以你我都是嘛。今天晚上会看我比吗？不会看你比，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好了，我的多巴胺开始分泌了，让我自己去处理。拜。这是档严肃的辩论节目。男人不奇葩，哪来么么哒？女人不奇葩，
活该母夜叉。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抗热大品牌鼓励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我是没事就爱躺着的 KK 康永。我是没事就爱骂骂人的 JJ 金姐。我是没事儿就爱挑事儿，挑事儿不嫌事儿大，事儿大也能平事儿的 MM。大家好，我们是黑剑。我好难呀！这次你习惯了吗？我忍住了没吐。我是没事儿就爱抬杠的老黄。你这个名字在奇葩说里边要很危险的啊，对，是吧？奇葩说的粉丝们特别爱调侃名字，嗯，黄剑，想想这网络是什么来着？想，很危险的。改名吧，改名至少还能再来一次。这样很好。不用改名，因为别人不敢用这个名儿，不会重名。哎，是不是？谢谢我们的这个赞助商，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感谢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谢谢。这次广告卖的早了一点，因为我们最近付款紧张，所以请你们打款快一点。好，这个这次又是一个新咖挑战老咖的比赛，我们还是要请新咖来让我们认识一下，介绍介绍，对吧？对，我们3位鲜嫩多汁的面孔，谁先说？我先说，大家好，我叫11，我这个名字其实非常无聊，我当时想改一个名，然后突然有一个朋友，你这还用改？你这就是改的。对，我要改我以前叫别的名字，叫什么呀？我叫李月，那名字非常土。然后呢？11不土吗？11加一块不就是土吗？对呀。不，我这个名字非常有战斗力，把那横挪上面叫干。你是以前太土，后来只能干了。不是，我是土到极致，变得非常能干。板都挺猛的，土着干，干着土。对。我们对你的了解不够多，光一个名字在这土来干去的。你看他刚刚站起来的身形，画面太猛，你看不出当初的线索。有什么线索吗？是你现在大概体重多少？我这两天有点胖，我现在大概170斤。啊，但是你人生最巅峰的时候呢？240斤。所以我之前减肥瘦了100斤。我告诉你，大家特别想知道他以前是什么样。来，雷阳在现场吗？雷阳。我们要大家知道11减100斤是多么不容易。借一个参照系，对，我们奇葩说导演雷阳老师，对，雷阳是11的昨天，而11就是雷阳的明天。有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苦的过程。你减过吗？我当然了。他说了，建祥你不知道，证明啊，他说这一次第2季奇葩说他一定要减掉5公斤，如果减不掉，最后他会裸奔的，你陪着吗？对。我上一季承诺了，整个录像期间如果减不到5公斤，我裸奔天安门广场，裸奔。谁跟我一块儿？马老师，马老师有一个问题，你也去？不是你减肥不成功，为什么要惩罚我们呢？他裸奔其实才是对我们最大的惩罚。来，请邦尼。大家好，我是邦尼。我是邦尼的粉丝。真的吗，马老师？什么时候开始的？上一场。大家好，我是一个兼具文艺清新和三观毁尽的人。
在我身上达成了一个完美的和谐体，所以我觉得也是新奇葩吧。然后我是一个二手性学家，然后所有关于性的问题我百无禁忌都可以谈。哇，问题是你可以谈，你是都懂吗？没有，我觉得性学家有2种嘛，一种就是他理论派，另外一种是实践派嘛。我理论多过实践，但实践的经验也挺多的。我看不出来耶。对，邦尼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是新《红楼梦》最年轻的编剧。哇！所以你说这样的《红楼梦》还能看吗？我们更期待，我们更期待。好，我们陶然来介绍介绍自己。各位老师好，大家好，我叫陶然。长得很像我年轻的时候，还有点像。他在老东家那时候对一个长得跟你很像那个女主持人有个非礼的想法。那个主持人还在你们老东家吧？管彤是吧？金星老师记性真好，他是有点像管彤。我对管彤有过想非礼的想法。没有，就有没有想法？有歪歪过没有啊？有啊，这不就结束这个谈话了吗？我要说没有，后面还有8句，就是我直接说有啊。一会儿我下来给管彤打一电话啊，你小心一点，播出之后，对不起。好，那陶然，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你，看你的背景，你学什么专业？我本科读的是金融学，我研究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我的专业被导师简称为黑匣子工程师。你们这边老咖们有学霸吗？艾丽啊，艾丽是学霸吗？我是北大的，北大的。不是真学霸，只是本科。对，那怎么办？他研究生的。没事儿，这个术业有专攻，对，可以交流沟通嘛，啊，对，沟流交通，交流沟通。约起来，约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新奇葩面对老奇葩，辩题是什么 ？Open Marriage。一种前卫的两性相处模式，一种自由人生的终极宣言。Open Marriage， 凿开的是枷锁，解放的是天性。纸牌屋里的弗朗西斯与克莱尔永远的战友，什么小三小四随便上，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这简直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终极真爱模式。牛皮闪闪，忍不住赞。林徽因奶奶一生辗转于3个学霸又帅气的男人之间。哪一个不是无数少女心目中的韩剧欧巴？梁思成爷爷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他爱的死心塌地。再好的 marriage 也抵不过爱情保质期。Lover 与 couple 永远不是同一个意思。出了房门，你有你的暖男云备胎，我有我的绿茶见。关上家门，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生活小伙伴。可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feel？ 难道不就是打着自由之名行约之实吗？你真的能做到看见一个陌生人躺在他身边，还能说句您接着吗？再从外面把门带上吗？我们不是上帝，不能 love everyone， 也没有陈老师的魄力，爱谁就能坦荡荡的啪谁，还是学天后王菲，爱就勇敢在一起，不爱就放各自一条生路。如果是你，你能接受 open marriage 吗？你最怕谁？马薇薇啊，还用说呀？潇潇战斗力也很强啊。你俩能不能有点志气11。据说是个直男，长得有点小可爱的。薇薇姐好像挺喜欢你，你应该对付薇薇姐，真的是这样的吗？薇薇姐喜欢我，导演替我传个话，就让她死了这条心，让她死了这条心。我觉得陶然就应该对付艾丽。对，艾丽就是正能量太强啊，正能量小王子。不是，是因为艾丽是直男，因为你长得好看，你可以上去用你的美色征服她。没有，不会的，我是我那个不用收入的人嘛。陶然还行是吧？反正比马薇薇漂亮。那不可能，比我漂亮的人，不可能！你一定要把自己性格当中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大妞那种爽快，我就是留下会，对，坐怀不乱，让他坐我腿上讲，对，就这儿擦干净了。啥都没开始呢，你便宜已经占上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说吧，我们老选手是不应该去欺负新选手的。对，所以如果说陶然真的说是坐到了这个艾丽的腿上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吃亏，我一定会爬到11身上去的。我们再次重申，这是辩题双方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场观众，你能接受吗？红键正方接受，蓝键反方不接受，请按键。
第一阶段，新奇葩入选大逃杀，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进入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本阶段共6场大战，每场3老 V 3新。新奇葩获胜则3人中晋级1名，败北则淘汰1名。观众用啪啪钮为选手投票，红正蓝反，胜负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3、2、1。31比69。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话题是一个辩论题目，而不是在提倡或反对什么，可以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2位导师如何来选择呢？女士优先。我先选啊，我肯定选的是反方的，不接受的。我觉得没那个时间成本，负担不了，负担不了。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 open marriage 就是感觉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很独到的这么一个观点，但是其实操作性不强。那蔡团长，这个我给您一个特权吧，您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我选择接受。自由意志啊！我选择接受呢，也刚好就呼应了金星刚才的论点。是，我认为社会会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何妨讨论一下嘞？是的。漂亮。黄老师，这里还有我事儿呢。当然不，这好，请您来了，怎么也得让您为难一下。您觉得，您选择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立场？而其实不是您接受不接受，我说的就是自己心里想的想法，真想法就是不接受，不接受。我这个理由呢，跟金星老师一样，一个就够麻烦的，你还弄几个呀？你想死啊你？不仅你们2个人都想得开，而且你们俩的玩伴都得想得开，街坊四邻都得想得开，全社会都得想得开。为什么刚才金星说操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认为金星讲的是个理念？可是黄健翔一说操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就说，原来他试过了。好，那我们阵营已经分清楚了，2位不接受，1位自由意志选择了接受。对看我们拭目以待。这次要你们先说话。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更多的机会给其实并不好说的正方。谁先说？我先。香香。首先我必须说，我抽到这个辩题，其实我挺无语的，因为我的乳金宝贝以前说过，他最讨厌抽到情爱的题。那我呢是最讨厌抽到婚恋的题。我无数次的在这个舞台上表达过，我不想结婚，我不想要 marriage， 为什么？影响我 open。但是今天呢，抽到这个题。我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判断，单纯的从它的风险性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风险太大。我不是要告诉你们脏，我不想让你们觉得从第1季到第2季我一点进步都没有，只会说这个字，虽然我是真的觉得很脏。好，什么风险太大？就是这件事情不太可能2口子一拍即合，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吗？就不太可能有一天。早上我突然醒来，我告诉我老婆马薇、潇潇，咱们 open marriage 吧。哦耶！怎么这么土的夫妻啊？哦耶！所以才能结合嘛，土到一块儿去了。憋成什么样了？这是为这么达成一致都哦耶一下了。对，好，所以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说的那一方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风险？比如说，一个女生，她老公告诉她老婆：“我们 open marriage 吧，你出去找男人试试。”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想法一般都是：我老公是逼着我出去给他戴绿帽子，一般会觉得自己老公很牛，人是不太可能存在在这个社会上的。我们说完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点是，爱和性不太容易分得开。
我们两个制定一个条约，我们 open marriage， 彼此不能欺骗对方的感情，但是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单方面的撕毁条约。比如说，我出去 open 了，我找到一个人，他给了我，这个时候我很容易爱上他，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大家相信？你是有多久都没有一次就爱上人？很多次。有可能啊，看得出来，黄老师的婚姻生活还是很美满的嘛啊。好，在这里呢，如果我爱上了这个人，那相当于我单方面的撕毁条约，我们的 open marriage 就不成立了。大家相信我，摩擦摩擦真的是魔鬼的步伐。最后，我再给这些性需求极大的朋友一个最甜美的建议。那就是最适合你们的，不是咱们结婚吧，而是咱们 open 吧。谢谢大家。我现在肯定我让他们先说话是对的。怎么说？因为他可以露出更多的破绽。让其实本来处在弱势一方的有更多的机会啊。好，我们这个正方啊。刚才潇潇老师谈了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在一段婚姻中，到一半，你老公跟你说：“我想跟你开放式婚姻，逼你去开放婚姻，但是你不愿意，这是一种什么情况？这其实是你老公在逼你啊！就算他不跟你提开放式，他还是会去出轨啊！所以我认为他这个问题并不是开放式去制造的，而是你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开放式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性与爱能不能分开？恰好我写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他们是不是一生挚爱？但是贾宝玉有搞过林黛玉吗？没有，不但没有搞过她，对她连性幻想都没有。他的性幻想是什么人呢？是薛宝钗，啊，他过袭人也有情中，性向非常开放，但他一生挚爱还是林黛玉。他活生生证明性和爱是可以分开的。为什么婚内我们接受性爱分开？因为我们太明白夫妻是什么。夫妻是什么？夫妻是战友。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有是什么？你们是过手的交情。虽然我们都是交情，但这个情分不一样啊。因为你千千万万个，永远替代不了那个跟你扛生死那个战友，因为你知道他只有一个。下面我又回到我们的主要观点，我们今天观点是什么？是接受。对不起大家，我们谈的不是赞美、崇拜或者让你去试，我们谈的是接受。打开你的那个心门，把你的观念放开一点点，在你思想体系里面留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给这个词开放式婚姻。我不是同性恋，但是我接受同性恋。我不喜欢 SM， 也许喜欢了，但是我接受别人去喜欢 SM， 我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有人是一样的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谱，为什么我们非要去靠同一个谱呢？难道我们就不能每人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谱吗？难道我们不就能有谱、有劲儿、有范儿吗？然后还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说我不愿意接受，我反对开放式婚姻，你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它不道德、不忠贞、不稳定吗？还仅仅是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最后我想谈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是有道德底线的。就是我的大神李银河老师，他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3原则，就3个字。第一个字叫成年，第2个字叫自愿，第3个词叫私密。一对成年夫妻，他们心甘情愿，双方自愿啊，在婚前说好，我们达成一个契约，然后打开卧室的小门去搞 open marriage。我就想很清新的、很可爱的，然后很微弱的问一下，关你屁事？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台词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说话，我心里面很舒服，就是他像站在你旁边的一个朋友，而且轻声细语，他的声音也不尖。你舒服主要就是你舒服主要就是因为你想 open marriage。关你屁事！我同意关我屁事，但是确实是你想了，是关我屁事。咱们能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愉快的聊天？现在55了，来，反方马薇薇，哎呦，口气这个站了起来，邦尼上来先讲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宝玉、黛玉和宝钗。什么意思呢？如果宝玉、黛玉和宝钗他们之间能够接受先进而 open 的 open marriage 的话，那么当并不爱宝钗的宝玉跟宝钗洞房的时候，林黛玉干嘛气得吐血而亡啊？她作为一个非常 open 的精神伴侣，应该默默地说一声哦耶。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去把肉体和灵魂完全割离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得到吐血而亡的结局。好，那么刚才邦尼其实问了一个我们几位导师、现场观众，甚至是网上所有的观众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 open marriage 它到底伤害了谁？它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的观点是，仅仅是不同，那不叫错。所以我们认为同性恋不是错，它只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它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把 open marriage 把它跟同志、跟 SM 并行的话，这对同志和 SM 是不公平的，因为前两者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他们只是生而不同。但是他享有跟我们一样的权利，但是 open marriage 它伤害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社会基础呢？就是爱。请注意，任何 marriage 都是要以爱为基础的。那么性是怎么消解爱的呢？我不跟你讲道德，我跟你讲党期不和。什么意思？假设我们的甜甜跟我们的思达是一对精神上深深相爱的灵魂伴侣，他们经过了漫长10年的相处，忽然没有了火，这也可以理解嘛，太熟悉，不太乐意了啊。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想，那我们 open marriage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呐，对不对？一商量，我们决定 open marriage 了。好。这个时候，我们非常 open 的 wife 甜甜忽然就约上了华西。OK， 好，甜甜，你都怎么选男人的？我们的选择相当有限，你认真看一看。好，这个时候我们非常 open 的思达就也只能选择如今了。你们这边选择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好。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都红了，工作很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有一天，当甜甜跟花溪正在一起的时候，把你俩手放开，对不对？好，思达一个人在家，别乱约。他虽然想约如晶，但是我们知道如晶很红，档期很忙，工作很多，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晶没空了。他虽然想跟甜甜有一下属灵的追求，架不住他 open 的 wife 正在有着属欲的追求，于是乎你也不能孤独的属灵，怎么办呢？再储备一个新的吧，对不对？好，他就非常这回他就非常幸运的约到了我们的潇潇，对不对？好，这回终于找对了。这回终于找对了。可是当他们俩约上的时候，你们能想象刚才那样一个混乱的场面之中，他们两个还真的能有爱情吗？你1年365天，你在不停的数着玉，但你相信你永远的爱着那个无法跟你活的人，你是怎么相信的？你是怎么相信的？是。一会儿你们必须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各位把姿势卸了吧。好，所以一会儿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给我回答。来，大家呢先从马薇薇这个疯狂乱的群 party 把自己摘出来啊！马薇薇呢刚才给这个开放式婚姻扣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帽子，认为开放式婚姻就是这帮人跟牲口似的，天天不干别的就是干。像刚才潇潇说，风险大，为什么风险大？因为你很难找到2个人同时说认可我们彼此的关系。OK 呀，你可以不认可呀，因为你素质低呀。比方说，我和马薇薇结婚了，我们有这个共识，我们都同意彼此出去。这个时候卷入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的所有人都要认同我们的关系。比方说，我虽然跟你但是我是为了跟你我不会因为你而离婚。所以这要求什么？要求我们的个人素质要非常的高，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并且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选择开放式婚姻，不是为了乱，而是为了在各自爽翻之后回到家还能有一个真爱，明白了吗？
open marriage 那个 open 啊，并不全然在于出去，不是个性的态。这个 open 这件事情是说我们不锁定了一夫一妻互相只忠贞于对方的所有事情。这个所有事情包括了是不是跟你牵手，是不是跟你接吻，是不是跟你约会，是不是跟你上床。所以这每一个不同的程度都被我们放在开放式的婚姻的界定当中啊。所以请不要再一直用这个事情来作为唯一界定是开放式婚姻的方法。对，是的，那不开放它干嘛呀？你怎么憋不住了？你怎么忽然爆出一句内心的心声出来了？还是你高级？或者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我们的问题是接受和不接受。接受和不接受就有自己内心的标准。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更多的交流，好吗？好啊。来，刚才对方说的特别好，但是我不接受，我自己不会有，我也不会接受别人。我现在当然都是理由啊，我就讲一下爱与婚姻本身。我们说的是 open marriage， 不是 open love。marriage 婚姻从来就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好，你们俩接受了，上有老下有小，那些人能不能接受？我们要考虑，在你签这个所谓的协议之前，你父母估计很难接受，最难接受就是你爸或者你妈有那里面的大妈大爷告诉，哎，你的儿媳妇儿最近和那个隔壁老王怎么样，隔壁老张怎么样。所以说你得考虑你爸你妈的感受，不能接受。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将来你们有孩子，孩子的感受怎么接受呢？好，我现在想说一下，其实 open marriage 不是一个新的观点，早就有。Open marriage 最影响的是我们社会最核心的单元，就是家庭。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彻底就乱了，这国家就完了。罗马的末期和唐朝的末期都是 open marriage， 大家都看了，对吧？哈。最后再讲，现在我们所谓的 open marriage 来自于西方，它的简写是 OM， 我觉得后面加一个 G，OMG，Oh my God，this is fucking crazy，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刚才放的 Francis 和 Claire 的这个影视剧里面的例子，它也只是在剧里面。你看美国真实的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到现在关于婚姻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在去讨论。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好像西方有一些所谓的精华的东西就去取，其实那是糟粕。我认为你要么就 open， 要么你就 marriage。婚前你随便嗨，婚后咱得乖，否则你就别结婚。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我阉割我的自由，给你一份心安，陪你到白头，一生的陪伴，这才是真正有范儿的婚姻。非常感谢，谢谢。当然，首先，其实我想问大家2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天生就多爱、天生就无法爱一个人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3、4个人的情况？是，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对不起大家，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至少我是。但是在现在社会现行的婚姻制度中，对吧？我们能选的只有3种选择，要么不结婚，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要么不结婚，要么结婚，可是我天生多爱，我得出去偷腥；要么就是 open marriage。可是艾利哥长这么帅，我好难过。你跟我说，我就是不接受 open marriage。那好，那就跟同性恋婚姻一样，对吧？不一样。好，我不讨论你说是不是天生就是同性恋这点，我只说在婚姻制度上，对吧？同性恋现在在我国，我们不可否认，他要不然就2个人不结婚，要不然就是行婚，形式上的婚姻，要不然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接受，就是至少制度上还不能接受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就导致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同志向前2个选择推呀。多么残酷啊，对不对？但是至少他们还是有婚姻形式的，而我们呢？我们这种人怎么办？对吧？我们怎么选都很凶残，没有需求。可是我这样一个人，我别结婚了，我就拔刀戳自己一下，我自己解决算了，我别结婚了。可是不行，万一有的人是我这样的人，他又自私，他选择去结婚，对吧？我跟你结婚了。但是我可能过了那么多年，我没有那么爱你了。我外面和别人，就相当于又拔刀插了你一下，你疼不疼啊？我就杀了你。是。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大家，我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多不多？不多。就像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多不多？它可能也不是主流。但是我们讲的现在社会文明讲究2个字：
包容，我谈的包容是你们可以不选择，但是你们接受我们选择。所以我想恳请在座的大家，如果你们不选择 open marriage， 可以，请你理解我们选择 open marriage。如果你们不选择，没关系，请包容我们选择。如果你们实在不能理解，我就是不选择，请不要压迫我们选择。我说一个问题哈，其实可能我现在开始反思我们出这道题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讨论的范畴，集中在成年、自愿、隐私基础上，我们不应该在这么一个公众场合和一个媒体上去讨论这个话题。邦尼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讨论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11失去了这个立场，开始用高级低级去形容这件事情。陶然犯了第2个错误，试图引起大众的共情，就是大家都来体会体会我们。但是这个共情的基础不存在，因为它其实只是它无论怎么说，在今天的社会，或者说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社会，它都是一个少数人的需求。所以你们选择了2个特别陡峭的角度，而且你们用了感性的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题你们赢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保持足够的理性。这样，我们反方马薇薇，正方邦尼再做各自的一次总结，可以吗 ？OK， 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女权主义的先锋波伏娃和萨特，他们是公认的真爱伴侣，对不对？对。好，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2个没结婚，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好，这个时候他们都有各自以外的情人，就是最爱之外的情人。对。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一段非常 open 的 relationship， 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是 open marriage。它的开放式关系，而不是开放式婚姻。对，它是开放式关系，而不是开放式婚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了，这么先锋、这么女权的人，为什么他们不用一段婚姻去证明婚姻本身也能开放、也能包容呢？它意味着 open 和 marriage 之间可能会有一种本质的冲突。是的，这个讲得很好。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议题的意义就在于这2个东西的内核有没有冲突。如果我们能证明它们的内核是有冲突的，那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对不对？好，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反对把同志、SM 甚至一些比较其他的小众的恋爱方式来跟这个做类比的，在于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叫做现存的社会法律没有给他们一个出口。什么意思？就人家同志明明爱得很深，你不让人家结婚，没有让人家有一个合理的终身保障，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挺同志反歧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想要爱很多人的时候，你凭什么去要求用一段稳固的婚姻关系去保障你爱很多人的这种贪心呢？他们俩的内核就在于婚姻的意义在于稳定，而多爱的价值在于多变而浪漫。你同时在要求2个矛盾的东西，而矛盾的东西不是不道德，它是不存在，明白吗？所以你要求所以我们说不接受，是人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个逻辑就自圆其说回来了。其实刚才大家讨论我们该不该来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特色是什么？我们中国特色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是观念走在前面，事实走在后边。但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我们是事实走在前面，观念走在后边。所以我觉得我们才有讨论的这种必要啊，也是这个舞台最可贵的地方。然后刚才薇薇姐一直在谈一个话题，我觉得谈得非常棒。她就说，我觉得开放式婚姻其实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因为这社会基础是爱嘛。我就想说一个颠覆性的观点给大家听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了解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夫一妻制，我们所认为这个体制，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就在现在的人类社会，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夫多妻制的这种社会，难道他们的社会基础就不是爱吗？然后他们就不能运行吗？肯定也是可以去运行的，对吧？然后他说婚姻的这个本质是稳定，但是都开放式婚姻，它因为开了一个小口子，所以让它不稳定。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婚姻最大的不稳定就是一揽子买卖。我告诉你，性、
爱、事业、家庭全部绑在一起，所以我性得不到满足，我就失去你的爱；我的爱被动摇了，我就没有家庭；我家庭动摇了，我事业没有了，所以全部完蛋。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然是理想化的切分开，性管性，爱管我爱，家庭管家庭。是吧？责任管责任，然后我事业管事业，然后我在这个性这地方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悄悄挪动一块块，我这大板块还在，我75%还在啊！而且刚才他讲了一个很好听的例子是波伏娃和萨特嘛，我也想讲一个很好听的例子，就是有个电影叫《万物理论》，里边有一个人是那个霍金嘛。然后他离病了以后，他的老婆对不对？后来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回来承担他的这个做丈夫的责任。他们有没有性爱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知道在这段 open marriage 里，3个人都很幸福，3个人都很开心。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很快乐，我们很快乐，我们3个人很快乐，但你却问我正不正常。”然后最后我想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操作性？我还是很理想化在谈一个话题，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50度灰》嘛，讲 SM 的嘛。而我们俩有 SM 的这个兴趣爱好，我们走到一起怎么办？首先，我们俩确定我们俩都想。第二呢，我们就开始签合约，合约里包括我们要多少次，我们以什么体位。什么样的东西你能接受，你不能接受？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奖惩制度，还有什么？还有安全词。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你不能接受，你喊那个安全词，我就可以停。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开放性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有合同，我们有奖惩制度，我们还有安全词，然后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定。然后很自由的一个方式里面去谈论这个开放式婚姻。我知道大家都不能接受开放式婚姻，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去成为一个去开放式婚姻的人。但我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恰恰认为大家应该去接受开放式婚姻。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个观念普及了，开放人去找开放的人，保守人去找保守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吃素的人去吃素，吃荤的人去吃荤，让所有思想淫荡、身体解放的人都一起去，让大灰狼去大灰狼，小白兔去小白兔。谢谢大家。虽然我是那个什么反方的，但是我这段说的很漂亮。这样我们请3位这个导师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这个结案陈词吧。好，从一开始金星老师说这个很麻烦、难以执行的时候，我其实就同意。我觉得任何要做一个不符合现状的开拓性的动作，都挺麻烦的。结婚也很麻烦，离婚也很麻烦，维持婚姻也非常麻烦。我们在座4位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在婚姻状态中。你们3位绝对会同意我刚刚讲，就是黄健翔刚刚一开始就说了，维持一个已经麻烦死了，还给我搞那么多个，所以婚姻是很麻烦的，要让婚姻继续下去，费尽心力。所以呢，我刚好要回答马薇薇这句话，就是你刚才的发言都很漂亮，有一点点的问题是，你把婚姻捧得太高了哈。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座各位觉得监狱制度很了不起吗？我觉得监狱制度在大部分我们以常识判断说是挺蠢的，就是他犯错了，然后我们把他放进去，喂他吃饭，把他养好，怕他死掉，让他跟其他囚犯有更多沟通的机会。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设计吧？我们再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监狱会继续存在。婚姻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婚姻是一个我们想不出更好的维持稳定的方法之前，我们想出来的一个仅有的办法。然后为了要让婚姻存在，我们费尽心力。我告诉大家，不要说法国有4种婚姻状态了，我告诉大家你们认得的人当中有哪些事情好了。爸爸妈妈有没有分房睡的？有吧？好，分房睡在过去的婚姻当中，长辈会认为你们疯了吗？夫妻怎么可以分房睡？他打呼打到我睡不着，我每天晚上失眠，我只好分房睡。好，分房睡发生了。分房睡之后2个人合不来，可是我不想要在小孩面前表示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我们分居吧，就分居了。在座各位的家里有人分居的吧？有人家里分房睡的，有人分居的，所以表示我们在婚姻的大牢笼底下，我们努力的做各种的改变，只是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婚姻而已。而开放式的婚姻是这么多努力当中不得已的一种。那我们这些作为接受者的立场，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理解婚姻充满了众多的无奈，充满了众多需要努力的部分，这是其中的努力的一种方向而已。哦，我接受开放式的关系，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开放式的婚姻。我觉得爱情的美妙是把2个人有志趣相同的人放到了一起，然后这个时候2个人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就是我们要签一个契约，进入一个婚姻状态，同时我们要割舍到一段自己的自由。
选择和放弃在生活当中永远是需要勇气的。当你这份选择这个契约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婚姻的时候，你肯定要割舍掉我的情感、我的需求、我的那份自由要割舍掉的，这是个婚姻的基础。所以我最简单的人，我接受 open 的关系，但我不接受 open 的 marriage。marriage 是不可违逆，不可违逆。对了。建祥兄，我可以反转我现在的立场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哦，因为我们过去都做过这种事情，是吧？可以反转。对。说实话，这个话题呢，对于这个这边呢很难辩，而通常呢，在道德上更安全的一方，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辩论起来是比较占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更宁愿站在少数人那一边。1夫1妻制到底是不是人类的终极的婚姻制度？也许再过200年，我们回头看这个节目，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也许每个人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尤其是康永兄的这一番非常平静的陈词，里边却有非常打动人的力量，以至于我决定，我其实挺愿意接受 open marriage。我得说说，其实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挺担心的，我觉得那个哔哔声会此起彼伏，就是在我们整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但是后来康永兄的那番话，说服了我。对。尤其是后来我们双方的交流状态，尤其是当马薇薇从一个会跳到碗里的豆形象，吃了巧克力豆的形象，转化成一个把自己的知识储备拿来和邦尼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意义或者它的作用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还是能好好聊天的，让我们一起喝一杯雅哈咖啡，好好聊天，可以吗？如果有谁实在聊不下去，如果有谁实在不愿意聊天，你可以开东风标致308S 出去兜风，暂时离开这个现场，清一清脑子。当然，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另外一位赞助商，就是一说就逗自己跳碗里的 巧克力豆。谢谢3位赞助方，谢谢。谢谢。我们请现场的100位观众，不用去想你会不会进入 open marriage，也不用去怀疑你身边的那个人是不是正 open 着，你只想今天现场双方辩论的如何，给他们打个分儿，你愿意投票给红方还是蓝方？请按键。好，让我们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和最初结果的比较。正方获胜。我谈的包容是你们可以不选择，开放式婚姻它是更高级的。尘归尘，土归土，吃素的人去吃素，吃荤的人去吃荤，让所有思想淫荡、身体解放的人都一起去，让大灰狼去打灰狼，小白兔去找白兔。本场比赛新奇8胜，新奇8一方将会晋级1名选手，晋级选手将由2位团长、神位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7位老咖选1位审判长来决定今天新咖当中3位谁表现最好，也请3位写出自己的心中所属，这个人会直接晋级下一环节比赛，另外2位待定。来吧，我看看。不是先讲为什么他？为什么？因为他今天的表现很好。吴京就跟吃了 豆似的。我是吃了豆的豆。好，谢谢如京。好像悬念并不大，我们请3位一起亮出题板，好吗？ OK， 好。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像悬念并不大，我们请3位一起亮出题板，好吗？ OK， 好。好，3位应该都选择的就是白邦尼，白邦尼直接进入下一环节的比赛，另外2位进入待定。
其实我特别紧张，上场之前，昨天都想要不回去算了，太紧张了。我觉得邦尼不错啊。我觉得邦尼不错，邦尼挺好的。他是那种他会有自己的想法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发生想法的碰撞嘛。说的我都有点期待下次能跟他合作一下。弄死马薇薇啊，那是不可能的，小小。我们走着瞧。最后，让我们感谢有房有车有爱有什么都不如有范儿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播出《奇葩说》，再见。彗星赶紧来吧！都世界末日，你还管你当阿拉屎？老子就死了！吃小黄瓜你可能有救。挤你都已经挤你是你们嗨呀！林志玲，你们一拥而上跟他嗨起来，对面多少人恨着我，不把 AK-47拿去防守我全家，把马东抓起来，花样吊打。我喜欢。这不过是一场辩论。一定要提前看一看这个节目网上的视频，知道马东说话是多么的放肆。我跟黄老师平常都是友好聊天状态，我也不知道像奇葩说这么大烈度的跟他开玩笑，他是什么样。你会被他第一句话干倒的。反正他刚才走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太好，千万别带着脸来，带着脸来就回不去了。兄弟嘛，这个用来坑的嘛，两肋插刀嘛。你说这两刀不插在兄弟肋上，插在哪儿呢？这想我对不起你啊。本节目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独家冠名播出。